有这样5个家族，凭借史料可考、谱系完整，跨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风雨延续至今，堪称现存于世最古老的血脉活化石。今天我们就来盘点这份独一无二的千年家族榜单。欢迎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查史不易，费时费力，耗尽心血啊，谁来心疼？烦请您点赞关注并转发我的频道，谢谢。卡佩王朝又称法兰西王朝，自公元987年雨果卡佩当选法国国王起，便开启了这一王室长达1000年的父系传承。波旁支系则起源于13世纪，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9世的小儿子罗伯特迎娶了波旁领地的女继承人，他们的长子成为了波旁公爵路易1世，波旁家族就此正式诞生。卡佩家族成员曾统治过法兰西、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拉丁帝国、西西里、波兰、巴西等欧洲诸国。他们家族绵延不绝的最大秘诀在于内部男性成员始终保持着和睦的关系。依照传统，法国国王会给予继承人以外的兄弟们封地，稳定其地位，并杜绝他们觊觎王位的念头。而且即使卡佩家族的男性成员追求王权时，目标也大多指向外国的王位，而不是法国王座。这也让他们的势力遍布欧洲各国。根据剑桥大学统计，超过3%的欧洲贵族都与卡佩家族有血缘关系。波旁支系于16世纪合法继承法国王位，并逐步扩张势力。他们统治法国直至1792年法国大革命，以路易16和他著名的王后 Mary Antoinette 被送上断头台告终。纵观卡佩家族的1000年传承，他们始终坚守父系继承原则，每一代传承均有教会记录、王室档案等多重史料佐证，谱系完整，毫无争议。时至今日，波旁系的后裔依然活跃于欧洲君主国家。现任西班牙国王腓立比6世是波旁王朝直系继承人，公开个人净资产约257万欧元，主要来自历年王室年薪累积、银行存款与艺术收藏品。个人年薪约26万欧元，因为王宫庄园均为国家财产，是欧洲资产透明且个人财富相对有限的君主。现任卢森堡大公亨瑞属波旁家族的旁支，家族财富估计高达40亿美元，财产来自数百年累积的土地、森林、房地产、金融投资与珠宝艺术收藏，是欧洲最富有的王室成员之一。藤原氏的起源能追溯到公元7世纪初的日本飞鸟时代，他们的始祖是中臣连族，因为辅佐天智天皇立下大功，被赐姓藤原。之后，藤原氏靠着和皇室联姻慢慢崛起，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贵族。到了平安时代时达到鼎盛，他们的子孙后代长期垄断摄政、关白这2个核心职位。摄政就相当于垂帘听政或摄政王，关白是辅佐天皇的最高官职，并且权力比宰相还大。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藤原氏一统朝政的摄关政治。之后，藤原氏内部进行了系统性的宗族分流，最终固定为近卫、9条、2条、1条、阴司这5家，合称五摄家。我想问一下，这确定不是麻将排名吗？当时就规定下，关白摄政只能出自五摄家。在这种制度下，藤原氏将家族血统与国家最高官职紧密绑定，使国家人才的竞争变成了藤原氏的内部竞争，从而在延续300年的时间里稳定掌控中央。把藤原家推向鼎盛的是藤原道长，他先后把3个女儿嫁给天皇，自己担任关白摄政长达30多年，同时也是后一条、后朱雀、后冷泉3位天皇的外祖父。藤原氏的影响力渗透在当时日本的方方面面。
政务上，天皇几乎都是藤原家的外孙，小到政务决策、官员任免，大到天皇废礼，全都由藤原氏说了算，有点霍光那一家的意思。但霍家才风光了几十年，可藤原氏300年哦。经济上，藤原氏是当时日本最富有的家族，大家想想和珅就懂了。最后在文化上，他们在吸收了大唐文化底蕴的同时，摒弃了其中的雄浑张扬部分，转而追求细腻、含蓄、华丽又内敛的审美。不管是在和歌、书法、服饰还是礼仪上，方方面面都重新贴上了藤原氏独有的优雅精致，也由此奠定了后世日本传统美学的基调。就连国宝级小说《源氏物语》也是在当时藤原氏的价值观影响下诞生的。但此后武舍家就逐步失去了政权，大量资产在战乱和镰仓幕府的崛起中流失，使公家长期处于财政尴尬的状态。不过明治政府建立华族制度后，武舍家全都被授予了公爵爵位，重新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同时，凭借家族的不动产以及大量传世文物、典籍与艺术收藏，这些宗家家族所持有的资产通常被估计处于从数十亿到100亿日元量级不等，个体差距较大，每10亿日元差不多相当于5000万人民币左右吧。其中近卫家和九条家由于保有较多位于京都御苑周边以及东京核心区域的历史地产，被视为武舍家中经济基础相对雄厚的两支。现代的藤原氏后裔总人口大概是10万人左右，分散在日本各地。近卫家是藤原的嫡出，但现任第32代当主近卫忠辉是婚后入赘近卫家继承家督的。这位家督是前首相细川护熙的胞弟，同时也是日本红十字会名誉社长。英司家又是近卫家的庶流，现任第28代当主英司上武原名松平，以养子身份继承家业，是 NEC 通信系统社长，同时还是伊势神宫和明治神宫的大公司神社本厅统领。九条家是藤原的嫡系，但不是长子，因为前面2家不是赘婿就是养子，因此第35代当主九条道成被认为是最后一位藤原氏的直系后代，现任明治神宫的公司。2条家和1条家又是9条家的庶流，果然是点数决定大小啊。这2家的现任当主就相对平民一些，他们的职业分别是实业家和律师。日本皇室的始祖被认为是神武天皇，相传他于公元前660年建国，拉开了日本皇室统治的序幕。按照这一说法，日本皇室的理论传承跨度超过了2600年，但神武天皇的传说带有浓厚的神道教的神话色彩，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支撑。直到公元6世纪，大和政权才从众多部落领袖中脱颖而出，逐步统一日本列岛，皇室的血统传承才开始有了明确的谱系记录。就按有证可考的传承时间来算，也已经超过了1500年。日本皇室的资产据公开记录显示，总价值约1000亿日元以上，大概50亿人民币左右，在世界皇室中属于中等水平。此外，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向皇室拨付日常生活支出用的内廷费和公务活动费，总额每年约6500万人民币。日本如今在天皇继位上争议巨大，现任天皇唯一的孩子是爱子公主，据说是试管婴儿。她学业优秀，谈吐得体又稳重低调，深受民众喜爱。但按照日本皇室典范的规定，她不仅没有皇位继承权，而且只要一出嫁，就会自动失去皇室身份。目前，皇位的第1、第2顺位继承人分别是现任天皇的弟弟优小公文仁亲王以及他的儿子优仁亲王。优仁亲王也是他这一代皇室中唯一的男丁，算是一脉单传。但问题是，天皇的弟弟优小公一家口碑极差，尤其是亲王的妻子和儿子这对母子。妻子纪子妃被讨厌，主要是因为她生活奢靡，滥用公款，
对工作人员苛刻，给人的形象就是心机重，有贪慕权位。儿子悠仁亲王则从小就在智力方面被反复公开处刑。他的高中考试数学物理双鸭蛋，而且10门科目加起来总分只有20分，成绩差成这样，还被曝获奖的作文有大量抄袭。之前的升学本来就一路靠特权照顾，结果他母亲纪子妃还想凭着皇室身份直接走后门，免试让他进入东京大学。这事一经曝光，立刻引起了公愤和联名反对，大众是骂声一片。最后悠仁亲王只能进了筑波大学，而他进去的当年，该大学就取消了期末考试，改成达程度确认制，又被该大学的学生骂成一片。一想到纪子妃可能成为下任皇后，而悠仁亲王又会成为下一任天皇，许多日本人都表示，那皇室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实在太丢脸。据2025年民调显示，72%到90%的民众赞成修法承认女天皇，甚至有68%的民众支持母系继承，意思就是爱子公主未来的子女也可以继承皇位。明确反对的只有7%，因为在日本历史上虽然出现过8位女天皇，但他们全都把皇位传回给了父系男性亲属，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孩子。但与民间的强烈诉求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政府为了维持天皇万世一系的传统，坚决拒绝承认女性天皇。就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民间的呼声与反对暂时还无法改变现状。张氏家族直到1969年为止都可被称作张天师家族。这个家族起源于东汉，始祖张道陵祖籍江苏丰县，相传是西汉张良的8世孙。他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了五斗米道，被尊为张天师。从张道陵算起，历经1900多年，是道教主要流派中唯一严格坚持只在血亲内部传承法位的流派，遵循传男不传女，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传子不传弟，传弟不传侄，传侄不传叔，传叔不传族人，传族人不传外族的祖规。到了元朝，元世祖正式官方认可了天师这个称号。此后历代王朝都对张天师家族继承人予以册封，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历史最悠久的宗教世袭家族之一。第4代天师张慎将传教中心迁至了江西龙虎山，此后龙虎山便成为了道教正一派祖庭，张天师家族世代在此居住，地位显赫。到了明代，家族势力达到了顶峰，朱元璋册封第42代天师张正常为正一教主，官居正2品，赐土地庄园，免除徭役。就连同时期的小说《西游记》中也多次出现了4大天师的描写，指的就是张道陵、葛仙翁、许金阳和萨守坚。1949年，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第63代天师张恩溥带着天师印信前往台湾，而法剑则留在了龙虎山。2件主要信物自此分割两地。张恩溥羽化后，因长子早逝，他的堂侄张元先承袭了天师之位，但由于他并非天师生前指定的继承人，张恩溥的家属拒绝交接天师印信。而大陆方面在64代天师在世时，任命了63代天师张恩溥的外孙为第65代天师，虽有官方认可，却违背了父系传承的祖制，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天师传人。因此，尽管台湾有不少张氏家族的父系后人出来争夺天师之位，但自张恩溥之后，张天师的官方认证加家族男系后人双重世袭的法统其实已经终结。不过作为张氏家族，他们的血脉仍延续至今。目前张天师后裔主要分布在江西龙虎山、台湾地区以及海外，总人口约10万人。终于来到了第1名，你是不是已经猜到？孔子家族是全球有明确文献记载
谱系最完整的文化氏族，始于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至今已传承2577年，80余代，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世界最长家谱，也是奇迹般不依赖军事、王权或宗教统治而延续至今的文化氏族。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王朝都对孔子后裔加以册封，从凤氏君到衍圣公世袭罔替，衍圣公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久的爵位封号。北宋至明清时期，孔氏家族地位达到了顶峰，衍圣公官至正一品，可直接面见皇帝。孔家拥有的土地最盛时达到了100万亩，是古代中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同时孔家还享有教育特权，他们的子弟可优先进入国子监，不必参加科举。儒家思想也成为了东亚文化圈的核心象征符号。如今全球的孔子后裔已超过了400万人，主要分布在山东曲阜、台湾以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分为嫡支和旁支。当年被盛嚣尘上孔子是韩国人的言论，其实是因为孔子第54代孙孔昭在元朝随公主陪嫁前往高丽，成为孔子世家谱里唯一的一个海外支派高丽派。这一支还仿照衍圣公制度世袭昌元君。我们所熟悉的咖啡王子1号店的男主孔刘，就是孔子第79代孙。有着男神收割机之称的主君的太阳的女主孔孝真，是第81代孙，两人都属于韩国高丽支派的昌元孔氏。民国时期，最后一位衍圣公孔德成迁居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衍圣公这一爵位自此不再沿用。他2008年在台湾逝世，也标志着传统衍圣公时代的落幕。如今他的孙子孔子第79代嫡孙孔垂长担任世界孔子后裔联谊会会长，而大家熟知的民国政要孔祥熙、乒乓球大满贯选手孔令辉也都属于孔子后人。谢谢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怎么样，看完5大古老家族，是否对人类血统传承的鲜活见证有所感想？欢迎您留言，同时千万别忘了给我点赞哦，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